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手上这个充电器也是咱们的一个铁粉的要求做的。这个视频等得太久了啊，因为我手头上需要拍的配件太多了，我只能尽量最快的速度做出来。还有就是评测和拆解都是很费时间的，咱们要做的话就要做详细，做出来视频放上来，大家可以作为参考视频，给大家购买一个合适的充电器，带来帮助。这个充电器是来自东莞和乐电子的一个品牌，它品牌是 QCY 意象。咱们话不多说，我们先开箱。这一期视频是评测它。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包装盒，一本说明书，这边是英文的，这一面是中文的，固定充电器的卡纸，盒子上面充电头的图标，这里是它这个品牌的 logo QCY， 然后40瓦氮化镓的英文标识，这是这个充电器的型号。包装盒两边是 QCY 的 logo， 40瓦双口快充，氮化镓 A+C 双口输出，这是它的规格，这是制造商、生产商、监制商，这里一些官方的二维码信息，这是认证信息、条码信息。充电器有一个塑料袋装着的，我们把它打开。这个充电器整体为白色的外观，这里印有品牌的标识 QCY、PD 的标识。Type-C 口内部舌片为黑色， USB-A 口内部舌片为橙色。充电口这一面为椭圆形的一个过渡，插头面这里是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插头为折叠式的插头，圆形的握手处两边都有。充电器的信息是印在这个充电头的侧面的。双口氮化镓充电器，这里是型号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输入。USB-C 口输出最高功率40瓦， USB-A 口输出最高功率20瓦， C 口加 A 口输出是 22.5 瓦。 3C 认证的 logo， 3C 认证信息我们已经查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认证信息。这个是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室内使用，双路绝缘。整个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重量是113克，充电器的净重是 80.9 克，也就是81克。这个充电器的宽度是52毫米，厚度30毫米，高度的话是 51.8。 充电器的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测试环节。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 USB-A 口它的协议支持的情况。 QC 3.0 的5伏、9伏、12伏，三星的 AFC 5伏、9伏、12伏最高25瓦，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高24瓦， SCP 档位 3.3 至12伏的 2.22 安，也就是22瓦的功率。这里还有联发科的 MTK P1 1.1 P1 2.0。 Type-C 口支持的协议的话就比较多一点， PD 2.0 的40瓦的功率， PD 3.0 PPS 3.0 至11伏的33瓦，然后 QC 3.0 的5伏、9伏、12伏，还有 QC 4加，三星 AFC 的25瓦，华为 FCP 的最高24瓦， SCP 档位的 3.3 至12伏的 2.22 安22瓦， MTK P1 1.1 或者 2.0。单口充电测试的话，我们还是用这一根支持雷电3、雷电4的240瓦的公版 C2C 的线，再加上各个品牌方的原装的数据线来进行测试它的最大功率单口充电。这是咱们的温度采集设备，用的是优利德的 UT61D 加，用它来采集的温度。温度的话是用热电偶连续采集温度，这样采集出来的温度是比较准确一点。首先测试充电的话，我们还是用这个小米啊。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把数据采集出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机现在的电量已经是 85% 了啊。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电的，关机充电，充了3分钟我们开机，关机充电的时候它的功率都是26瓦，然后开机过后它也是一直维持26瓦左右的功率，36分钟从没有电充到 80% 的电都是26瓦的功率，然后 80% 以后它就持续的降功率，电压一直维持没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啊，这个温度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最高温度 52.6 度，我们室内的温度14度左右，
华为荣耀系列，我们用这个荣耀畅玩50 Plus 来测试，可以启动超级快充，现在的电量是 15%。这个手机现在电量已经充到 87% 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都是17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充到 80%， 从10%几的电充到 80%， 一共耗时55分钟，充到 80%， 然后开始降功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7瓦左右的功率，它的温度是怎么样的？最高温度 47.2 度。OPPO 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我们就用这个一加的 ACE 竞速版，可以显示正在快速充电。这一个一加手机现在充到 87% 的电了。咱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功率的话就一直持续充电1个小时25分钟，一直就是11瓦至14瓦的功率之间。温度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最高温度 41.8 度。vivo 家的设备还是显示的正在充电，实际功率的话比刚才这个 OPPO 还要低一点。这个充电肯定是要1个多小时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不测了，直接 pass。苹果手机的话，我们用这个苹果13来测试，它现在还有 8% 的电，我们就直接采集数据。这个苹果手机现在的电量已经充到 88% 了，我们是全程亮屏充电的。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刚开始的时候10瓦左右的功率啊，充了大概8分钟，然后上升到22瓦左右的功率，大概充了8分钟左右，开始降功率，降到17瓦、18瓦左右的功率，大概充了8分钟左右，然后降为12瓦的功率，充了6分钟左右，然后降到7瓦的功率，充了大概4分钟，就充到 80% 的电。这个手机从 8% 的电充到 80% 的电，总共耗时54分钟。充电器的最高温度的话，大家看一下温度曲线图，最高温度47度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小米手机20多瓦的功率的话，持续充电它就飙到50多度的温度。我们把这个功率拉到它最大的功率，我们来持续运行一下，看看这个充电器温度究竟有多高。它启动的是 PD 3.0 40瓦，然后实际的真实功率的话是35瓦左右，持续运行了1个小时10分钟。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在35瓦功率之间徘徊，功率一直都没降啊。然后温度的话，我们是等它平衡了过后就不充电了。温度最高温度一直稳定在61度左右。现在我们室内的温度是14度，如果室内温度涨到20多度的话，它这个温度还要涨一点点。实测充电部分我们都做完了，我们现在是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双口同时输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先启动这个充电器的 A 口最大功率，我们再插上 C 口， A 口就断流重新分配了。A 口现在降成了12瓦的功率，然后 C 口的话实际功率只有9瓦多。我们拔下 C 口， A 口也会断流重新分配功率，功率重新到22瓦。我们先插上 C 口40瓦的功率，实际功率35瓦左右，我们再插上 A 口，它的 C 口也会断流啊，重新分配功率。两个充电口，一个5伏 2.4 安，一个5伏的2安。我们再拔下 A 口，这个要把数据线拔下来，它的 C 口功率才会涨啊，涨到35瓦左右。不管你是先插 C 口还是先插 A 口，两个口同时输出的时候都是5伏的基础功率。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最关键的数据，就是它的文波输出，5伏、9伏、15伏、20伏还有12伏5个档位，空载和负载我们都要测试。这个充电器的5伏空载文波最高60毫伏，5伏3安15瓦的功率，它的文波也是最高60毫伏。9伏的空载文波最高50毫伏，9伏3安27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60毫伏。12伏的空载文波最高的时候50毫伏，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12伏3安36瓦的功率，它的文波也是60毫伏，很稳定的啊。15伏的空载文波最高40毫伏，15伏 2.67 安，也就是4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的话最高的时候到130毫伏。20伏的空载文波最高的时候40毫伏。这个充电器的最高功率20伏2安4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是最高的时候有90毫伏。咱们这一个意向 QCY 40瓦双口充电器测试部分的内容全部都做完了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充电头
支持小米、支持华为、支持苹果，都是挺好的。然后它的文波的话，控制也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功率的话，单口40瓦还是挺足的，双口的话也就是基础功率。咱们下一期视频就是把这个充电器拆解开，看一下内部的芯片。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点赞，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